烟供，现在跟大家讲烟供，跟大家讲烟供这个东西。中委会有一个声明，烟供只能够在自己家里面供养冤亲债主，就是那些过去你欠他的，还给他，他心生欢喜，他就会来帮助你。这个是什么？这就是供养鬼。这个鬼是什么？是你的冤亲债主，前世的冤亲债主，可以修吗？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四倍观音压阵。你在你家里修四倍观音，你念四倍观音，唵嘛呢叭咪吽，念四倍观音的咒，他来守护你，然后等于是他来结界，你就没有问题。这个主尊就是四倍观音，这是藏密传出来的烟供法。烟供法，我有法本，是图登尼玛，图登尼玛传，图登达利，图登达利传，图登达吉，图登达吉传，图登奇摩，就是我。我的烟供法，烟供法本。放在家里，我有给你吗？有啊。现在在莲林上师那里，烟供法的法本在莲林上师那里。不要擅自改烟供法的法本，为什么？因为四倍观音传的，祖师传下来的就是四倍观音。四倍观音就是烟供法的主人，烟供法的主人。是图登尼玛满清时候编辑《乾隆大藏经》的图登尼玛所传下来的烟供法。那交给我以后，我现在把法本交给莲林，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传承，一个传承。还有大威德金刚的法本在你那里。是大威德金刚，大威德金刚的传承也是交在他那边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个很重要的烟供法，师尊传来烟供法以后，那么我们的这个寺庙、寺堂都有在集体修烟供，也就是不算法会了，就是集体共修烟供。我认为在堂里面共修烟供，或者在庙里面共修烟供，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那么中委会讲说这个共修是不可以的，是这样子的。当初我也是觉得共修不可以，但是我觉得你只要在庙里面共修，或者在堂里面共修，因为大家有结界之故，来的都是你的冤亲债主，来的都是冤亲债主，不是孤魂野鬼，那是可以的。但是这个法有什么好处？第一个，消除你自己的业障。你前世欠的债还了，还清了，你还了你所有的冤亲债主。你光明正大的，你就有福分降临。你又学了真佛密法，有福分降临，你就会有福分，你自然就会得财。而且冤亲债主本来是在阻碍你的，他们所有的阻碍全部离开，那就是在帮你啊。所以烟供法很重要，它主要是自己的冤亲债主消除就可以了，那你千万不要拿去这个坟场去供鬼，因为你供孤魂野鬼，他不错。有人我说我在这个坟场烧烟供，感应很强烈，
当然感应很强烈啊！所有鬼都来了，怎么不强烈？所有鬼都来了，那是无遮大会啊！讨老天爷，那叫做无遮大会啊！无遮大会只有大成就者敢做。我做无遮的供养，无遮大会，把这个旗杆立得很高，所有的鬼魂看到，通通集合来。无遮大会，任何鬼没有结界，师尊连做火供都要做四方结界的。你哪一个成就者敢做无遮大会？一般很少。道教叫罗天大教，罗天大教要怎么样？整个城全部集合，前世的庙全部集合来做。要有所有的法师去做法。其实你把烟供炉拿到坟场去做，集体去做，会不会有感应呢？会，绝对有感应，而且感应很强。啊，有同门跟我讲，我去坟场烧的时候啊，感应强烈的很哦。你是鬼通啊，鬼跟你灵通啊，当然有感应，感应而且比较快，又比较快，又有感应，照出来的又有光，那个鬼的光啊，都出现了，这个朦胧胧胧的一大堆的鬼的光都来了。先告诉大家，你去坟场烧就是供鬼的法，供鬼的法，将来你转世一样的是变成鬼啊！你供鬼，他不会离开你，永远跟着你。他要讨供养，你一定要供养给他。啊，他吃了，他帮你，然后你给他，他吃了，他帮你，你给他，他吃了，他帮你，将来你也给他吃了，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在坟场烧烟供，没有带鬼回家的，我就不信，你绝对带鬼回家，他一定跟着你走的啦。那他也会给你感应啊，刚开始给你甜头吃啊，后来呢，他吃不够了，胃口大了，你家人全被吃光了。你只要供养得法，还是有利益的；供养不得法，一定受遭殃。那么你如果要共修烟供，在寺堂之内做结界共修烟供，也是可以。Om Mani Padme Hum。